上期视频我们说到，苹果手表6升级到7.4以后，它就会可以通过，戴口罩都可以识别，可以手机开锁。今天我们继续讲好几个比较好玩的几个功能。第一个就是当你的手表，就是你戴上手表以后呢，会把你的 iPhone 进行解锁了，这个是其中一个了。第二个主要是用的你的健身，这个是6代的，6代里面还有一个血氧的监测，血氧监测就是，大部分人都是95%的血氧，95%到98%都是正常的，当然也会测到100%，这个也是有的，但是低于95%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点问题，大家要小心。因为它的有心率啊，因为我主要是健身房去跑步的话，因为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你的监测。心率不能达到多少，你不能超过太高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一边跑拿个手机的话，也不方便。你戴上手表，它只能看到你的一个心率是多少，这个是特别方便的。另外，同时会记下你的距离或者步数，这样的话我知道我今天能跑多少步。还有一个就是你今天多少卡林路比消耗掉了。因为它有一个睡眠监控，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？你今天睡了多长时间？你的深度睡眠是多长时间？你的浅睡是多长时间？你这每天带下来，你的一个时间的话，就是整个一周的睡眠时间平均是多长的时间？是不是达到睡眠时长？每天你如果说睡4个小时或6个小时，因为我发现我的睡眠健康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的大部分是4到5个小时，这个是很不健康的。所以呢，我最近都会想办法怎样。让自己变得比较疲惫以后，早点去入睡。唯一的方法就是还是去健身房，每天锻炼1个小时再回来。太累了嘛，对吧？你坚持不下去，你可能就会早点去睡觉。这就是强迫我这个坏习惯的一个办法。另外就是还有一个现在不是疫情嘛，要勤洗手。这个洗手的时间，它会有你洗的时候呢，它会有一个。20秒的一个提醒，比如说你洗到20秒，它就会告诉你，哇，很不错，今天洗到20秒，是一个很卫生的一个习惯来的。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功能，这个洗手的20秒提醒。iMac 跟MacBook 就是我们用的笔记本，或者说你用的 iMac 的话，你只要是通过你的屏幕同一个屏幕 ID。登录以后，它会通过你的手腕去解锁你的MacBook 或者说 iMac 的一个密码，就是你的开机密码这个是很方便的。当然，开手机也是没问题了，因为一个人戴口罩也是可以开手机的了。OK， 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解锁功能，这个很方便，因为你不需要每次开机的时候特别电脑打开的时候，你还要输一串密码才能进去，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。手表呢监控你的相机。就是你的手机，的话，它连通以后，你的手机如果是你想后视镜拍自己，但是看不到前面的画面的话，你把手表拿过去就可以看得到我现在拍的画面是什么样的状况，这个就是很方便的了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现在要这样拍自己，我自己看不到了，这是你用你的手表来这样去对着去放，我就可以看到我手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，这样就很方便了，就像我现在给你看一下。看到吗？手表是可以看到的，这个就很方便。我自己拍自己是什么一个状态，然后我这边还可以自拍，这里还有一个前置、后置、抖音自拍、HDR 开关都可以完成。这个就是很方便的一个相机的遥控器。来了电话以后，或者来了信息后，不需要拿手机，我直接从这边上面去接听电话就免提。因为如果我有时候去搬东西，我的手上没有空，那手机放在口袋里拿不出来，我接听的话，我直接抬完手表我就可以接听了，这样的话就很方便。好吧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常用的一个手表的功能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帮助大家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手表。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